有这样一位神秘的隐士，他不像孔孟那样周游列国，名满天下，也不像韩非、李斯那样身居高位，权倾朝野。他隐居深山，头戴鹤鸟羽毛制成的帽子，世人称他为鹤冠子。虽然他的名字在今天听起来有些陌生，但他留下的这部《鹤冠子》却被历代学者视为黄老行名的集大成之作。有人说，这是一部真正的帝师之书。今天我们要且读的，正是《鹤冠子》中最核心、最精妙的一篇《天则》。什么是天则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上天的法则。这篇2000多年前的文章，不仅讲透了宇宙运行的规律，更将这套规律完美地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治理之中。它告诉我们，一个圣明的君王应该如何像天道一样客观公正地治理国家，如何拥有一双看透人心的慧眼，又如何避免国家走向灭亡。这并不仅仅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，更是一份关于管理、识人、决策的实操指南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逐层拨开这段尘封千年的智慧。天则开篇可谓开门见山，直接点出了最高决策者，也就是圣王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。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，能平禅、管使、密淫辞、绝流语、去无用，杜绝朋党之门。这段话极有分量。圣王之所以为圣，不在于他权力有多大，而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严密的信息处理系统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，或者今天一个大企业的 CEO， 你每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是信息过载，是真假难辨。何冠子告诉我们，圣王的第一项能力叫听微决疑。听微就是能听到那些细微的声音，察觉苗头；决疑就是在众说纷纭中做出果断的裁决。但这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道防火墙。这道墙要挡住什么？挡住谗言，挡住淫词浮夸的假话，挡住流语没有根据的谣言，挡住朋党结党营私的小圈子。为什么要把平禅放在第一位？因为历史的教训太过惨痛。夏桀、商纣之所以亡国，并非他们天生愚钝，而是他们的耳朵被堵住了，只能听到阿谀奉承，只能看到奸臣编织的虚假繁荣。在天则中说，故邪弗能兼，祸不能终。只有当你把这些噪音全部过滤掉，让正直的术数之士，也就是真正的专业人才来到面前时，邪恶才无法钻空子，灾祸才无法击中你的国家。这第一章的智慧归结为2个字：清醒。清醒是知理的起点。确立了内心的清醒后，君王该依据什么来治理天下？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吗？绝不是。何冠子给出的答案是效法天地。原文这般描述天道：彼天地之以无极者，以守度量而不特滥，日不于晨，月肃其列，应不漫漫，此天之所并以临斗者也。这段文字美得像一首诗，理得像一部法典。他说，天地虽然无边无际，也就是无极，但它核心的特征却是守度量。太阳每天升起落下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不于晨；月亮盈亏圆缺，永远安守在它的星宿序列里。星星也是如此，充始相循，千万年都不乱套。这就是天之柄，上天掌握权柄的方式。这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宇宙，君主就是太阳，百官就是星辰。所谓天则，就是政治上的客观规律和刚性制度。齐桓公早年为什么能称霸？因为他任用管仲，立下了尊王攘夷的规矩，整顿吏治，就像太阳按时运行一样，信守承诺，各国诸侯才愿意跟随他。而他晚年为什么饿死宫中？因为他打破了自己建立的度量，重用易牙、树雕这些小人，违背了规则，如同太阳偏离了轨道，整个系统瞬间崩塌。所以天则告诉我们，最高的权威不是暴力，而是确定性，像天地一样精准、客观，不可收买，不可违背，这才是圣王的治理逻辑。
顶级的识人术，武林之策。有了制度，还得人去执行。如何辨别忠奸善恶，这是千古难题。何冠子在这里贡献了中国管理史上最精彩的一段情境面试法。他告诉我们，听人说话是没用的，必须要看他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。让我们逐一拆解这经典的武林之策，这简直是现代 HR 的高阶指南。第一，临利而后可以见信，把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，看他动不动心。如果面对暴力还能坚守约定，这才叫信。平时说守信，那是没遇到诱惑。第二，临财而后可以见人，让他掌管钱财，看他是否贪污，是否懂得合理分配。面对金钱不私藏不吝啬，这才是人。第三，临难而后可以见勇，这一点最关键。平时拍胸脯说我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的人多了去了，只有真的大难临头生死攸关时，那个还在你身边的人才是真的勇。就像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，多少人半路跑了，只有介子推割骨奉君，这就是临难见勇。第四，临事而后可以见术之事，别听他吹嘘理论，给他一件具体的事情，让他去办，能把复杂棘手的问题解决掉，那才是真有本事的人。术之事，何冠子紧接着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一夜闭目不见泰山，两斗塞耳不闻雷霆。这意味着人的感官是极其有限的，如果你只靠耳朵听他们怎么说，你就是被豆子塞住了耳朵。只有通过上面的五令去验证，通过客观的事去考察，才能打破感官的蒙蔽，看清人的本质。国家衰亡的病灶，治足以华正。圣王治国不仅要立正道，还要防诡道。文章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：知足以华正，略足以田祸。此危国之不可安，亡国之不可存也。这句话太深刻了。什么样的人最危险？不是笨人，而是聪明人。治足以华正，是说他的小聪明足以把正道搞乱，把水搅浑；略足以田祸，是说他的谋略足以让他对灾祸视而不见，甚至粉饰太平。这种人我们称之为高智商的破坏者。这让我想到了秦朝的赵高，他聪明吗？绝顶聪明，他懂法律，懂权术，甚至还是书法大家。但他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来华政，篡改遗诏，陷害李斯，指鹿为马。他把秦国的法度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对起义的烽火视而不见，田祸。当一个国家或团队里充斥着这种用智商钻空子的人，而正直的规则被嘲笑时，何冠子断言，这个国家不可安，不可存，离灭亡就不远了。治理的实操框架，中三成位，四气为正。既然奸邪如此可怕，圣王该如何构建一套稳固的操作系统呢？天泽给出的方案是中三成位，四气为正，前张后急，左脚右跃。这里其实是在讲一套精密的管理框架。争参成位是指君、臣、民三者要像鼎的三足一样，各就各位，相互配合。君主不越位去干臣子的事，臣子不僭越去抢君主的权，百姓安分守己。四气为正，这是道家的特色。治理国家要像四季一样有节奏，春天万物复苏，你就要施恩鼓励生产；秋天万物凋零，你就要行杀整顿吏治。政策不能乱发，要顺应天时，这叫领气时也。前张后急，左脚右跃，这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隐喻。前面张开法网，立好规矩；后面设立底线，绝不退让。左手是教化矫，右手是刑罚乐，文武并用，恩威并施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就是这套理论的践行者。他任用李悝变法，一方面尽地利之教，顺应四气发展农业；一方面制定法经，这就是左脚右跃。结果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。可见何冠子的这套理论不是书斋里的空想，而是当时最先进的富国强兵之道。民本思想的终极指标，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。讲了这么多天道、法度、
权术。治理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君主的享乐吗？是为了版图的扩张吗？何冠子给出了一个极其朴素却又感人至深的答案。这段话我建议大家反复诵读：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冤者得理，老者得息，圣人之所期也。这20个字重如千钧。什么叫盛世？不是你修了多少宫殿，不是你打了多少胜仗，而是让冷的人有衣服穿，让饿的人有饭吃，让受委屈的人能得到公正的判决，让劳累的人能得到休息。这不仅仅是仁慈，这是天道在人间的最终体现。文章中说，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，为化不因名不能成俗。任何政策如果脱离了公民的生存需求，如果不顺应民心，就像在水泥地上种庄稼，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。天泽在这里超越了法家冷酷的耕战，回归到了道家温暖的爱民。他提醒所有的执政者，民生才是政治的唯一合法性来源。一旦违背了这个原则，即便你有再严密的法律，也会上下拐谬，最终一人唱而万人和的局面就会变成万人怨。天人合一的哲学，守一与不创不做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这篇宏文的哲学总结。圣王之所以能达到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的境界，核心心法是什么？答案是守一与不创不做。这里的不创不做，千万不要误解为什么都不做。它的意思是不妄做，不瞎折腾，不凭空创造违背规律的政策，不强行推行违背人性的举措。大禹治水为什么成功？因为他不创。他没有创造水流的规则，而是顺应水往低处的流的本性去疏导。赵武灵王为什么晚年惨死？因为他违背了继承制的规律，强行废长立幼，这就是妄作。文中说，一人唱而万人和，如体之从心。当君主完全顺应了天道和民心，也就是守住了一，他发出的政令，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响应，就像手脚听从大脑指挥一样顺畅。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。古镜照今。读完何冠子《天泽》，我们不禁感叹，2000多年前的古人竟然已经把治理的逻辑推演得如此透彻。他告诉今天的我们，作为领导者要建立平除噪音的认知系统，作为管理者要建立客观如天道的制度系统，作为用人者要掌握情境识人的考评系统，而作为决策者，永远不要忘记那个最朴素的初心：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圣王者有听威决夷之道。愿这份来自战国的智慧能穿透历史的迷雾，照亮我们当下的路。感谢收看本期盗物阅览。如果你觉得这份解读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继续在古籍中寻找失落的智慧。何冠子，天泽。圣王者，有听威决夷之道，能平禅，全实，逆淫辞，绝流语，去无用，杜绝朋党之门，嫉妒之人不得着名，非君子术数之事，莫得当前。故邪妇能奸，祸不能终，彼天地之以无极者，以守度量而不可滥，日不淤尘，月速其列，当明服事，心守福去，贤望惠硕，终始相循，淤年累岁，用不慢慢，此天之所秉，以灵斗者也。中参成位，四气为正，前张后急，左脚右跃，久闻循礼，以胜观众，小大必举。先无怨仇之患，后无毁名败行之久。故其威上济下骄，其则四倍而不革。天之不为，以不离一。天若离一，反还为物。不创不作，与天地合德，结喜相信，如月映日。此圣人之所以宜事也。知足以华正，略足以填祸。此危国之不可安，亡国之不可存也。
故天道先贵富者，地道先贵载者，人道先贵事者，九报先贵识者，待物也，领气时也，生杀法也，循度以断，天之节也。列地而守之，分明而布之。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冤者得礼，老者得息，圣人之所期也。夫才一而知择其功，才国而知所其人，此故世之所攻哉。同而后可以见天，异而后可以见人，变而后可以见时，化而后可以见道。临利而后可以见信，临财而后可以见人，临难而后可以见勇，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事。纠黄之治，主不须王，臣不须贵阶及尊卑名号，自君利民，次者无国，利宠利禄，复所以复受，与天人参相结连，沟考之具不备故也。下之所无，上之可避，思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。缓则怠，急则困，见贤则以其相遇，人之情也。举以八极，信焉而弗信，天之则也。差谬之贤，言不可合，评不中律，越望而臣，越毁于天。诸蛤罗蚌须臾深主，上下同理也。为令而知其为，为使而知其往，上不加物而民自尽，此化之期也。使而不往，进而不止，上下乖谬者，其道不相得也。上统下服者，远众之特也。阴阳不接者，其理无从相及也。算不相当者，人不应上也。夫节亡此，何曾可合也？为而无害，成而不败，一人倡而万人和，如体之从心，此正之期也。盖屋井杠西动者，其要在一也。未见不得其言耳，而能除其疾也。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，法令放而无以消之谓也。设此而按之彼者，赫怎可得也？名言易而如言难，故父不能得之于子，而君弗能得之于臣，以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，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。捐物任事者，天也。捐物任事，故莫能载而不天。夫物，故取可改，人可使。法彰物而不自许者，天之道也。以为奉教臣中之臣，未足是也。故法者，渠治官备主用也。举善不以咬药，时过不以明明，决此法之所贵也。若龙魔不用，次物虽去，有不效者矣。上下有贤，于是设防知弊并起，故则政在私家而弗能取，众人调权而弗能止，赏家无功而弗能夺，法废不奉而弗能立。罚行于非其人而弗能决者，不与其民之故也。夫使百姓事己而以上为心者，教之所期也。八极之举，不能实赞，故可庸塞也。昔者有道之取证，非于耳目也。夫耳之主听，目之主明。一夜闭目，不见泰山；两斗塞耳，不闻雷霆。道开而否，谓之闻也。见疑不多，非人情也。信情修生，非其天诛；逆夫人律，不胜任也。为诚求得者，世之所期也。为之以民，道之要也。为民之急，福之待也。此圣王授业，所以守制也。彼教苦，故民行薄。师之本固，争于末。人有分于处，处有分于地，地有分于天，天有分于时。
时有分于数，数有分于度，度有分于一。天居高而耳卑者，此之谓也。故圣王天时人之地之雅无目，能因无功多。尊君卑臣，非计亲也；任贤使能，非与处也。水火不相入，天之至也。名不能照者，道弗能得也；规不能包者，利弗能窃也。自知会出，使欲化为环绝者，是正反为华也。田不因地形，不能成谷；未化不因民，不能成俗。言及过也，喜怒是也。四者以任，非诗数也。形色而乱异者，事不相慕也。得与身存亡者，未可以取法也。昔幼世者，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。先王之圣明，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，浊世之所以为俗也。一人乎？一人乎？命之所及也。